邻居儿子每天都要搭我的顺风车，甚至5年1分油钱没给过。我每月油费大额增加，还要冒着迟到的风险，他却心安理得，把我当私人司机。后来我换了电动车，续航100公里，勉强够自己上下班。可他却在看到电量表后傻眼了。此刻，邻居张大勇正站在我家门外敲门。父亲啊，快点，雷雷上学要迟到。雷雷背着书包，嘴里含糊不清道：“快点快点，我要坐副驾驶。”5年了，整整5年。从我有车开始，张大勇就把我当成了他家的专属司机，风雨无阻，节假日不休。起初我以为只是邻里互助，可没想到一互助就是5年。而这5年里，他从未提过一句油钱，甚至连一句谢谢都没有。我尝试提醒张大勇，油价涨得太快，希望他付一部分油钱，他却说：“年轻人多赚点嘛，你这有车有房的，还在乎这点油钱？我们家雷雷坐你车是给你面子。”我彻底无言。而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上个月，我因为一个紧急项目连续加班，疲惫不堪。早上7点，张大勇却打电话让我送他儿子上学。我把雷雷送到学校，在赶到公司时迟到了半个小时。项目主管当着所有人的面批评了我。那天晚上，我卖掉了这辆车，还了一部分贷款后，我提了一辆国产电动车，续航100公里出头。见我没反应，张大勇还在顾城敲门。我开了门，给他看手机相册里的电车图，那是我提车后拍下的，目的就是让他知道我换了车，从而知难而退。张哥，不好意思，换电车了。换车了？他的声音拔高了8度，充满了难以置信。父亲，换车这么大的事儿不说一声，你这破电车能开吗？别半路趴窝了。我平静地展示着手机 app 上仅剩的80%电量。送到雷雷学校，再绕回来的话，电量不够我开到公司，到时候在路上趴窝，我上班就晚了。年轻人心眼怎么这么小？不就费点电吗？能费你多少钱？雷雷都坐惯了你的车，你让他明天怎么跟同学说？旁边的雷雷被他爸的情绪感染，也跟着大声嚷嚷起来：“我不管，我就要坐你的车。你这个车这么新，肯定很好玩。你车里有充电器。”说着，雷雷甚至想伸手来推我，可我直接关上了门。门外顿时传来张大勇的咒骂声：“说翻脸就翻脸，真是喂不熟的东西！你给我等着！父亲，你个忘恩负义的畜生！”我在门内听着他的声音逐渐远去，但我知道这不是结束，这只是战争的开始。当晚，张大勇在业主群里发了无数条消息。现在这社会真是变了，有的人开着新车，为了省那么一点点电费，连顺路带一下邻居家的小孩都不愿意。想当年他刚搬来的时候，谁帮着他？群里立刻有几个和他相熟的邻居跳出来附和：“就是啊，现在的人太自私了。”张哥别生气，跟这种人计较不值得。我看着手机屏幕上滚动的消息，默默截下了这些对话。既然张大勇想要战争，那我就给他战争。第二天一早，我像往常一样提前半小时下楼，准备去公司。然而，刚走到地下车库，我就愣住了。我的停车位上赫然停着一辆3轮车，而3轮车上堆满了垃圾。我不用猜也知道是谁干的。于是我拨通了张大勇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谁呀？大清早的。张哥，是我，父亲，你家的3轮车堵住我的车位了，麻烦你下来挪一下。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他满不在乎的声音：“哦，那个啊，我给忘了，昨天收废品回来太晚了，你自己挪一下吧，我这还起不来呢。”说完，张大勇直接挂了电话。听着听筒里的嘟嘟声，我气得发现自己挪那堆的像山一样的垃圾，我怎么挪？更何况这是我的私人产权车位。于是我掏出手机，从不同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然后我拨通了物业的电话。喂，物业吗？我在地下车库 B 区127号车位，我的私人车位被一辆3轮车占用了，车主是11栋402的住户，我联系了他，他拒绝挪车，请你们过来处理一下。物业行动很快，不到10分钟，一个保安就过来了。他看了一眼现场，又看了看我，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又是张哥啊，傅先生，你看这邻里之间的，多担待一下嘛。张哥他人就那样，要不我帮你把车往旁边挪挪。我没有理会保安的提议，而是当着他的面打开了业主群，然后将刚刚拍下的照片发到了群里。紧接着，我发了一段文字，并艾特了物业的官方账号和物业经理。早上7点半，我的车位被张大勇先生的3轮车占用，导致我无法正常出行。我已与车主联系，对方明确表示拒绝挪车。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私人车位被长期占用，物业是否有责任和义务协助处理？如果在此期间我的车辆出现任何剐蹭或损伤，责任由谁承担？然后我附上了车位购买合同的照片，红色的印章在手机屏幕上格外醒目。另附上我的车位产权证明，这是我的私人财产，不是公共区域，更不是谁家的废品回收站。业主群瞬间安静了，前一晚还在帮张大勇摇旗呐喊的几个人，此刻都销声匿迹。几秒钟后，群里炸开了锅。太过分了吧！私人车位也敢这么占？物业确实该管管了，不然以后谁都敢乱停车。物业经理立刻表示会严肃处理。不到5分钟，我就接到了物业经理亲自打来的电话。没过多久，张大勇就满脸不情愿地走了过来。多大点事儿？至于发到群里让所有人都知道吗？不就是借你的地方放一下东西，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他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拖动那辆3轮车。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有些话说给讲道理的人听才有用，跟一个无赖，任何言语都是浪费。张大勇挪完车经过我身边时，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瞎掰什么？一个破电车有什么了不起的？早晚让人给你刮了。”我看着他，心里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我知道梁子越结越深，这只是一场前哨战，真正的暴风雨还在后面。接下来的2天出奇的平静，张大勇没有再来敲我家的门，
业主群里也风平浪静。我以为他已经知难而退了，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天真了。周六下午，我正准备开车去见一个客户，走到车位前时，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只见新车的引擎盖上有一道长长的划痕，像是被人用力气狠狠划了一下。我猛地想起，换车之后，因为担心张大勇会搞小动作，我特意安装了一个小型摄像头，而摄像头的位置正对着我的车位。回到家，打开电脑，我调取了从昨晚到今天的所有监控录像，终于在凌晨1点左右的画面里看到了雷雷的身影。他走到我的车前，确认四下无人后，举起手里的钥匙，从我的车头狠狠划了下去。更让我遍体生寒的是，就在不远处的楼道阴影里，竟然站着一个人。张大勇就站在楼道里，没有阻止，也没有出声。雷雷完成他的杰作，向张大勇跑去时，他的嘴角甚至勾起了一丝得意的笑。我将那段视频以及雷雷划车的特写镜头全部截图保存，然后我拿着手机直接冲到了张大勇家门口。门开后，张大勇的脸出现在门后。干什么？大周末的，敲什么敲？奔丧啊！我没有跟他废话，直接将手机屏幕怼到他面前。你儿子干的好事，你看清楚。张大勇看到证据的瞬间，脸色变了一下，但仅仅1秒钟，他就恢复了镇定，立刻开启了他的无赖模式。什么东西？你 P 的图吧？我家雷雷那么乖，怎么可能干这种事？说着，张大勇一把推开我的手机，声音比我还大。小孩子不懂事，就算不小心碰到了，你跟他计较什么？你一个大人，天天跟个孩子过不去，有意思吗？我看你就是故意找茬。我告诉你，你要是吓到我家雷雷，得赔我们精神损失费。而他身后的雷雷对我做了一个鬼脸，嘴里还发出略略的挑衅声。我收回手机，转身离开，一句话也没多说。张大勇以为我被吓住，还在得意的叫嚣。怎么没话说了？心虚了？我告诉你，父亲，这是没完。我没有回头，而是走下楼，拨通了那个我从未想过会打的电话。喂，110吗？我要报警，我的车被人恶意划伤了，我有监控证据。帽子叔叔很快打通。张大勇的嚣张气焰在帽子叔叔面前终于有所收敛。在派出所的调解室里，面对我提供的监控视频，张大勇依然在狡辩。帽子叔叔他就是个孩子，他懂什么？他就是觉得那车好玩，拿钥匙比划了一下，谁知道那车漆那么薄，一碰就掉了。张大勇解释了半天，最终在帽子叔叔的调解下，张大勇同意赔偿。他把1沓钞票摔在调解室的桌子上，给你，满意了吧？为了这点钱闹成这样，你可真有出息。钱撒了一地，可我没有去捡，还是帽子叔叔把钱收起来递给我。这件事之后，我在小区的名声彻底臭，邻居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这些我并不在乎，可最大的麻烦是我的电车需要充电，小区的公共充电桩少得可怜，而且经常被油车占用。于是我决定申请安装私人充电桩，但就在我把申请递交给物业的时候，麻烦来了。物业经理开始推3阻4。傅先生，这个私人充电桩不太好办啊，而且最近有邻居投诉，说担心有安全隐患。王经理，我有国家电网出具的安全许可，还有充电桩公司的产品合格证和消防安全证明。国家政策是鼓励安装私人充电桩的，如果因为个别住户就拒绝我的申请，是不是不太合理？我拿出文件，一条一条的跟他讲道理。最终，在我的据理力争下，物业才勉强盖章。充电桩装好的第1个晚上，我把车停好，插上充电枪。然而，这份喜悦只持续了不到2个小时。晚上10点，手机 app 突然弹出警报，我立刻下楼查看，车库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车和充电桩。我走近一看，只见充电枪的插口被人用胶水堵得严严实实，而充电桩外壳也被硬物砸出裂痕。我回到家，再次打开了摄像头，画面里雷雷拿着一管强力胶，熟练地挤进充电枪的插口。而这一次，他身边站着一个人，是他妈王翠花。我看着监控画面，感觉自己连呼吸都停止了。这是何等恶毒的一家人！母亲纵容，父亲帮凶。于是我再次拨通了110。这一次，帽子叔叔来得更快，但张大勇这次学聪明，还没等帽子叔叔开口，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喊：“帽子叔叔，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啊！他装的充电桩漏电，把我儿子给电了，现在高烧不退，躺在家里人事不省啊！我老婆是听到儿子惨叫下去的，她为了救人，结果也被电到了，我们一家都被他害惨了。”张大勇不仅颠倒黑白，甚至还找来几个跟他关系好的邻居作伪证。是啊是啊，我们都看到了，那个充电桩直冒火花，吓死人了。对，我们还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太惨了。一瞬间，我从一个受害者变成加害者。张大勇指着我的鼻子，提出了他的要求：赔钱，必须赔钱，医药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还有我儿子的惊吓费，50万，1分都不能少，不然我们就去法院告你，告到你倾家荡产。我站在那里，被一群人指指点点。面对张大勇一家的诬告和邻居们的指责，我没有当场发作，而是对前来处理的帽子叔叔说：“帽子叔叔，我需要时间检查我的设备，并咨询我的律师。我否认所有指控。”我的冷静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张大勇以为我怕了，于是更加得意。律师，你请得起吗？我告诉你，你今天不赔钱，明天就等着收法院传票吧。我没有理会他的叫嚣，只是签了字，转身上楼。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联系了安装充电桩的公司，对方立刻表示会全力配合。第2天一早，他们就派了技术人员上门，对充电桩进行了检测，然后出具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另外，我还拿到了充电桩的产品合格证、国家3C认证以及购买时签订的保险合同。接着，我联系了大学同学，他现在在一家律所工作。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同学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父亲，你以前真是太善良了。”然后他给了我最专业的建议：不要急着放出视频，让他们闹得越大越好。你现在要做的是收集所有对他们不利的证据。在他的指导下，我没有再在业主群里做任何辩解。整个小区的舆论几乎一边倒的同情他，谴责我。而我将张大勇发的每一条信息、每一张图片都截屏保存。在这期间，我发现邻居苏晴对张大勇的行为非常反感，于是我找了个机会，在电梯里和苏晴搭上了话。我没有直接提我的事，只是聊了聊小区的生活。没想到苏晴主动开口了：“傅先生，你别往心里去，那个张大勇就是个无赖。”他告诉我，他刚搬来1个月，张大勇就以帮忙看店铺为由，从他家的电表箱里拉了一根线，偷了他家好几天的电，后来还经常把垃圾堆在他家门口，占他的车位。我不想惹事，就没跟他计较，没想到他现在还敢诬陷你。如果你需要，我愿意为你作证，我可以证明他们一家平时就品行不端，经常惹是生非。我突然意识到被张大勇欺负的不止我一个，于是，在同学的建议下，我开始暗中收集张大勇为非作歹的证据。先是从物业那里调取了更多公共区域的监控，看到了他偷拿别人快递的画面，以及他把生活垃圾直接扔到楼下草坪的照片，还联系了另一位被他长期占用车位的车主，对方也表示愿意提供证据。我将所有的证据整理好，存放在一个加密文件夹里，然后将雷雷和他母亲共同破坏充电桩的监控视频拷贝了多份，并且剪辑出了一个最清晰的版本。所有的子弹都已经上膛，我在等一个最佳时机，一个让张大勇在最嚣张的顶峰瞬间坠入深渊的时机。时机很快就来了。张大勇见我几天都没有动静，以为我彻底死，于是在业主群扬言已经请了律师，要让我赔得倾家荡产。各位邻居，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们家雷雷的情况还是很不稳定，医生说可能会留下后遗症。我已经咨询了律师，律师说像父亲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让他付出代价。张大勇将我的照片打印出来，贴在小区公告栏最显眼的位置，下面用加粗的红色大字写着标题：黑心邻居安装危险充电桩，电商小孩拒不负责。我的个人信息，我的隐私，就这样公权小区的居民审判。物业经理给我打电话，劝慰我说：“傅先生，要不你就跟张哥道个歉，赔点钱，把事儿聊了算了。你看现在闹得这么大，对你影响也不好。”王经理，谢谢你的关心，很快你们就知道真正影响不好的人是谁了。我挂了电话，知道时机到了，于是我将那段剪辑好的视频直接发到业主群里。视频在500人的群里瞬间引爆，一片寂静之后，我发了一段长文：各位邻居，我是127号车位的车主父亲。关于近期张大勇先生对我的指控，现做出如下回应：过去5年，我接送雷雷上下学，从未收取任何费用，有监控为证。雷雷恶意划伤我的新车，并联合王翠花女士毁坏我的私人财物。事后，张大勇先生倒打一耙，索要巨额赔偿。对于张大勇一家的行为，我将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并视情况追究其刑事责任。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公道自在人心。我的长文狠狠砸在了张大勇一家的脸上，这下业主群彻底爆炸了。这家人也太恶毒了吧！自己儿子搞破坏，还反过来诬陷人家。之前还帮他说过话，我真是瞎了眼了。傅先生，我向你道歉。之前帮张大勇说话的几个人，连头像都不敢亮，风向在铁证面前完成了180度大反转。我的盟友苏晴也在群里发了一段语音：我可以作证，张大勇一家平时就爱占小便宜，他还偷过我家的电。傅先生说的绝对是真的，这种人就该让帽子叔叔抓走。父亲，你个贱人，你敢阴我，你不得好死！视频是假的，是你合成的，我要告你。他的每一句话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没有再回复一个字，只是看着他疯狂挣扎，然后被舆论的口水彻底淹没。舆论的战场，我大获全胜，但真正的审判在法律的殿堂。我将整理好的所有证据全部交给了警方。帽子叔叔看着厚厚一沓证据，表情瞬间严肃起来。很快，张大勇和王翠花被帽子叔叔传唤，王翠花的心理防线率先崩溃了。这个一直纵容丈夫和儿子作恶的女人，在法律的威严面前，终于低头了。她承认了所有事实，并表示愿意赔偿我的所有损失。但张大勇还在负隅顽抗，直至审讯室里传来一声怒吼，世界终于安静了。警方提出可以进行赔偿调解，我拒绝了。帽子叔叔，我不同意私了。我要求他们公开向我道歉，赔偿我的全部损失。律师同学告诉我，根据我提供的证据，他们的行为不仅仅是民事侵权，甚至已经构成寻衅滋事罪和敲诈勒索未遂。如果我坚持不谅解，他们很可能会面临行政拘留，甚至更严重的刑事处罚。当晚，王翠花带着礼物出现在我家门口。顾老师，之前都是我们不对，是我老公他不懂事，你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想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我，我没有接。他不是不懂事，他是坏，而你不是不知道，你是在纵容，你和他是共犯。我的话让王翠花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她大概没想到我会说出如此尖锐的话。那你要怎么样才肯高抬贵手？我拿出一张纸，上面是我早就拟好的条件。第一，在小区公告栏和500人的业主群里，连续1周张贴和发布由我起草的道歉信。第二，赔偿我所有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15000元。同意我就签谅解书，不同意我们就法庭上见。王翠花看着那张纸，半天没说出话来。15000块。对于他们这种热衷于占小便宜的家庭来说，无异于割肉。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持续1周的道歉，那意味着他们将彻底在这个小区里社会性死亡。他嘴唇哆嗦着，还想讨价还价，我却直接关上了门。最终，在被拘留的巨大威胁下，他们
他们妥协了，他们选择用钱和尊严来换取自由。第二天，一封由张大勇和王翠花共同署名的道歉信出现在小区公告栏最显眼的位置，和业主群的置顶公告。信的内容由我亲自操刀。这封道歉信让他们成了整个小区的笑柄。我听说雷雷在学校也被同学孤立了，而张大勇一出门就能感受到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15000元的赔偿款，最终一分不少打到了我的账户。我用这笔钱把充电桩彻底修复，并且换了更高级的摄像头。物业经理还特地上门道歉，再三保证以后绝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小区里也终于没有人敢在背后议论我了。我开车出门，世界终于清静了。周末，苏晴约我去咖啡馆。父亲，你这一仗打得真漂亮，也给我们这些怕事的人好好上了一课。我笑了笑，感觉心里那块巨石终于被彻底搬开了。我不是在打仗，我只是在夺回我的尊严。尊严从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靠自己一点点争取回来的。几个月后，张大勇一家受不了邻居们的指点，终于准备卖房搬走了。据说，因为他们家的坏名声，房子价格一降再降，都无人问津。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那是他们为自己的恶行付出的代价，罪有应得。半年后，张大勇的房子终于迎来了新的主人，搬来的是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小女孩。搬家的第一天，他们就主动给邻居们送了一份点心作为见面礼。有一次在电梯里碰到，他很自然地问了一句：“傅先生，我看你也是开车上班，要不以后我捎你一段，反正顺路。”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睛，笑着摇了摇头：“谢谢你，不过不用了，我的电车很方便，自己开挺好的。”我的拒绝自然而坦率，他也没有任何不悦，只是笑着点点头。好，那以后路上注意安全。后来我们成了朋友，偶尔会在周末约着一起去附近的公园遛娃、野餐。小区也恢复了它应有的宁静与和谐。而在摆脱了吸血的恶灵后，我的世界天朗气清，阳光正好。